第一课，水果推荐。嗨，安娜，你最近尝试过什么新水果吗？嗨，约翰，是的，我实际上发现了一些美味的。你想要一些建议吗？绝对可以，我一直在想尝试新事物。你推荐什么水果？好吧，你试过火龙果吗？它充满异国情调，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火龙果？不，我没有。它是什么味道？它的味道温和、甜美，带有一丝松脆的味道，质地类似于奇异果。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应该去看看。你还推荐什么其他水果？另一个好水果是芒果，它多汁，有热带风味。哦，我喜欢芒果，它们太好吃了。还有其他建议吗？是的，你应该试试木瓜，它富含维生素，味道独特。木瓜，对吧？我以前从未尝试过，它是什么味道？它有一种甜美的麝香味，有人说它的味道像哈密瓜和桃子的混合物。这很有趣，我一定会试一试的。你还有什么想推荐的水果吗？你应该尝试的另一种水果是菠萝，它味道浓郁，有热带香气。菠萝听起来棒极了，我喜欢它在果汁中的味道，但我从来没有吃过新鲜的。谢谢你的建议。第二课，全球支持。安娜你好，你听说过动员全球支持的运动吗？嗨，约翰，是的，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绝对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为各种事业和举措争取支持非常重要。我完全同意。当人们团结起来时，他们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没错，这不仅关乎个人的努力，还关系到集体行动。没错，当我们共同努力时，我们的影响力会被放大，我们的声音就会被听到。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真是令人鼓舞。它显示了团结的力量和不同视角的力量。令人惊讶的是，科技使我们能够与全球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科技确实使世界变得更小了，使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协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简单的点击或分享就能为全球运动做出贡献。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认识和争取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负责任的使用这些平台并促进积极的变革非常重要。绝对可以。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言行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为每个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有能力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富同情心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让我们继续在本地和全球范围内相互支持和提升。当然，我们的集体努力可以对全球的个人和社区产生持久影响。我很感激能成为重视合作和全球公民意识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活着见证我们可以共同带来的积极变化，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确实如此，让我们继续动员和激励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列。第3课，行程规划。嗨，安娜，我一直在想，让我们计划一次旅行，并确定很快去那家商店的日期。嗨，约翰，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也一直想去那里。太棒了，我们可以让它成为一次有趣的冒险，一起探索商店。我很兴奋，你认为什么时候是去的好时机？下周末怎么样？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下周末对我有用，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见面？让我们在上午10点见面，那应该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浏览。听起来不错，我们应该列出我们想看还是想买的东西。当然，制定计划会很有帮助，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东西。我会列出我感兴趣的物品，那你呢？我也会这样做，这将使我们的旅行更加有条理和高效。另外，我们可以比较我们的清单，一起发现新事物。绝对可以，分享推荐和浏览商店的产品会很有趣。我等不及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发现独特的物品总是令人兴奋的。确实如此，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相机来捕捉体验。好主意，我们可以记录我们的旅行并与朋友分享。这样，即使他们不能和我们一起去，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照片欣赏它。没错，这就像带他们一起踏上我们的冒险之旅一样。我真的很期待这次旅行，这将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我也是，和朋友一起探索新地方总是更愉快的。同意，我很高兴我们一起计划这件事，这将是一次很棒的体验。绝对可以，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让这次旅行成为现实。我很兴奋，下周末见，让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吧。第4课，克服恐惧。安娜你好，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即将到来的徒步旅行，我想和你分享一些东西。嗨，约翰，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担心的吗？是的，我害怕身高，我担心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徒步体验。哦，我明白了，恐惧是很常见的，但我们可以共同克服。听到这个消息令人放心，你对如何克服这种恐惧有什么建议吗？
一种方法是在受控的环境中逐渐将自己暴露在高处。这是有道理的。这是关于逐步面对恐惧，而不是完全避免恐惧。没错，从小挑战开始，例如爬梯子或在高大的桥上行走。我可以试试，也许通过逐渐增加身高，我可以增强信心。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记住，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是可以的。感谢您的理解，得到你的支持意义重大。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会在那里鼓励你走好每一步。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不想让我的恐惧阻碍我们享受徒步的乐趣。如果需要，我们会找到其他路径或休息一下。我保证，我们会让它发挥作用。我很感激你的灵活性和容忍我的恐惧的意愿。在我们的徒步探险中，优先考虑每个人的舒适和安全非常重要。绝对可以。这是关于创造一个让我们都能获得美好体验的环境。请记住，面对我们的恐惧可以带来个人成长和新的机会。你说的对，通过挑战自我，我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能力超出了我的想象。没错，我对你有信心，我们将共同克服这种恐惧。谢谢。现在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感到更加自信了。这就是朋友的目的，我们在挑战中互相支持和提升。我很感激你成为我的徒步伙伴和朋友，让我们让这次旅行令人难忘。第5课，改造内政部。嗨，安娜，你考虑过更新你的家庭办公室吗？嗨，约翰，实际上，我一直在考虑，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全新的外观。这是个好主意。精心设计的工作空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灵感。没错，我想创造一个激励我高效工作的空间。您是否考虑过要采用哪种家具？是的，我正在寻找既实用又美观的新家具。你有没有考虑过买一把舒适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椅子？是的，一把好的椅子对于长时间坐着至关重要，它应该能支撑我的姿势。绝对可以。合适的椅子可以防止背部疼痛，并提高整体舒适度。我还在考虑增加一张宽敞的办公桌，里面有足够的存储空间来存放我的用品。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整洁的工作空间有助于保持专注力和组织性。我同意。重要的是要为所有物品指定一个地方。那照明呢？你有没有考虑过投资一盏好的台灯？是的，适当的照明至关重要。我想确保这个空间光线充足，眼睛舒适。这很明智。充足的照明可以减轻眼睛疲劳，
使环境更加宜人。我也在考虑添加一些装饰元素来对空间进行个性化设置。这是个好主意。添加植物或艺术品可以营造积极而鼓舞人心的氛围。我很高兴你提到了植物，它们不仅增添美感，还能净化空气。绝对可以。室内植物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并创造一个平静的环境。我对这个项目感到兴奋，这将对我的生产力产生巨大影响。肯定会的。精心设计和组织良好的工作空间，为工作定下了正确的基调。我也很期待购买新家具，发现新款式总是很有趣。确实如此，探索不同的选择可以让你找到与你的品味产生共鸣的作品。我一定要进行测量，确保家具完美的融入空间。这是明智之举。重要的是要考虑房间的尺寸和布局。我很感激你的投入，讨论想法和收集不同的观点很有帮助。我一直在这里支持你，让您的家庭办公室成为您喜欢工作的地方。谢谢，感谢你的帮助和热情，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不客气，我等不及要看到转变了，太神奇了。第6课，烧烤和夏日风味。嗨安娜，你试过烧烤吗？我非常喜欢它，尤其是在夏天。嗨约翰，是的，我也喜欢烧烤，这是品尝当季风味的好方法。确实如此，烧烤增加了独特的烟熏味，增强了食物的天然风味。我同意，这也是聚集朋友和家人进行户外聚会的一种有趣方式。绝对可以，烧烤为社交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你最喜欢烧烤的食物是什么？我喜欢烧烤汉堡和热狗，它们是后院烧烤的经典选择。这些都是美味的选择，我也是玉米和西葫芦等烤蔬菜的粉丝。烤蔬菜太棒了，烧焦的边缘赋予了它们美妙的味道。我还尝试过烧烤水果，比如菠萝和桃子，它增添了令人愉悦的甜味。烤水果是个好主意，热量使糖胶糖化并增强味道。它也是一种健康清爽的甜点选择，非常适合温暖的夏日夜晚。绝对可以，烤水果可以照原样食用，也可以搭配一勺冰淇淋。这听起来很诱人，下次聚会时我得试试烤水果。你不会失望的，这是任何菜单中简单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补充。说到烧烤，你有什么腌料或调味料推荐吗？对于肉类，我经常混合使用大蒜、
香草和少许柑橘汁。听起来很好吃，我会试一试的。有什么技巧可以达到完美的烧烤效果吗？要获得那些梦寐以求的烧烤痕迹，请确保烤架已预热且炉排干净。我会记住的。演示与品味同样重要。确实，一道精美的烤菜既是视觉的盛宴，也是味觉的盛宴。我现在对烧烤感到兴奋，这是庆祝夏天的绝佳方式。绝对是，炙手可热的食物的香气和欢笑声让人留下难忘的时光。我完全同意，这是关于在享受美味食物的同时创造回忆。这就是烧烤的本质，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激发欢乐。第7课，销售支持。安娜你好，我听说你在寻求帮助，我从事销售工作，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请告诉我。嗨，约翰，很高兴知道。实际上，我正在为一个新项目探索一些选择。太棒了，我很乐意帮助你为你的项目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谢谢。我对寻找具有成本效益但可靠的设备特别感兴趣。我明白，在质量和预算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没错，我想确保设备在不超出预算的情况下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一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能向我提供更多关于你的项目的细节吗？当然，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办公空间，需要计算机、打印机和网络设备。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您预计需要多少台计算机和打印机？一开始我们需要大约10台计算机和几台打印机。已注意到，我将研究具有良好性能和物有所值的选项。那太棒了！我们还需要可靠的网络设备来实现无缝连接。我一定要探索提供稳定和安全连接的网络解决方案。谢谢你的帮助，我很感谢你在寻找合适设备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我的荣幸，客户满意度永远是我的首要任务。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你还能为我们的办公需求提供软件推荐吗？绝对可以，我可以为生产力软件、防病毒程序等提供建议。那将非常有帮助。我们希望确保效率和数据安全。我完全明白，我将收集信息并向您提供合适的软件选项。我很感激你的彻底性，您的支持使决策过程变得更容易。我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工作更轻松，请随时提出任何问题或表达任何疑虑。听到这个消息令人放心，我很感激你的帮助和指导。
这是我的荣幸。帮助客户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是我工作中最喜欢的地方。我很高兴我们建立了联系，您的专业知识无疑将使我们的项目受益。我相信我们会为你的新办公室找到完美的设备和软件。第8课，付款和个人信息。安娜你好，我已经准备好购买了。我叫约翰斯戴维斯，我会用信用卡付款。你好 Davis， 感谢你选择我们的店铺。我们接受各种付款方式，包括信用卡。这很方便。我发现信用卡是一种安全无忧的付款方式。绝对可以。信用卡可防止欺诈，并提供便捷的记录保存。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使用它们。你能告诉我购买的总金额吗？当然，购买所选商品的总金额为$75。太棒了！我会继续向你提供我的信用卡信息以供付款。谢谢，请继续提供卡号、到期日期和 CVV 代码。当然，卡号是1234567890123456，到期日是0926，CVV 代码是123。谢谢，我将处理您的付款并确保您的信息安全。我很感激。在共享个人数据时，安全是重中之重。绝对可以。我们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客户信息。听到这个消息令人放心，我有信心提供这笔交易的详细信息。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您的付款已成功处理。还有什么我能帮助你的吗？目前不是，感谢您的优质服务和对细节的关注。第9课，时尚和购物。嗨安娜，你最近有买衣服吗？嗨约翰，是的，我上周实际上去购物了。更新我的衣橱总是很有趣。太棒了！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吸引你眼球的时尚的东西？绝对可以。我找到了一件我无法抗拒的漂亮连衣裙，颜色和设计非常独特。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发现。你去哪里购物了？我参观了市中心的一家时尚精品店，他们总是有最新的时尚潮流。我得去看看。我想在自己的衣橱里添加一些时尚的单品。你一定要去，他们有多种选择，男女皆宜。太完美了！我一直在寻找能为男士提供时尚选择的商店。我相信你会找到适合你风格的东西。你对哪种衣服感兴趣？我对寻找一条新的牛仔裤和一些休闲衬衫特别感兴趣。牛仔裤是衣橱必备品，
您可以根据场合轻松地将它们打扮成正装或夏装。确实如此，我觉得它们用途广泛且舒适。有任何具体建议吗？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生产高品质合身牛仔裤的品牌，你想要这个名字吗？绝对可以，我很感激任何能帮助我找到完美搭配的建议。该品牌名为 Denim Dreams， 它们有各种款式和尺寸可供选择。谢谢，我一定要检查一下。你在购物之旅中发现了什么优惠吗？是的，我做到了。正在进行促销，我设法以折扣价买到了几件商品。销售始终是在更新衣橱的同时省钱的好机会。当然，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您可以获得时尚的衣服，并在此过程中节省一些钱。我完全同意，我会留意任何即将到来的销售或折扣。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利用促销和特别优惠总是件好事。感谢您的购物小贴士，我很高兴探索新的时尚选择。第10课，早餐选择。你好 Anna， 你在市中心那家新咖啡馆尝试过早餐吗？嗨，约翰。是的，我去过那里几次。他们有多种早餐可供选择，包括素食和纯素食。太棒了！我一直在寻找能满足不同饮食偏好的地方。绝对可以，有适合不同生活方式和食物选择的选项真是太好了。他们提供哪些素食早餐选择？他们有美味的蔬菜煎蛋卷、牛油果吐司和各种新鲜水果碗。这些听起来都很开胃。我正在尝试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植物性膳食。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早餐是享用营养丰富的植物性食物开始新一天的绝佳机会。当然，他们的菜单上还有素食选择吗？是的，他们确实如此。他们提供用杏仁奶制成的纯素煎饼，上面放着新鲜浆果。纯素煎饼听起来很令人愉快，很高兴知道每个人都有美味的选择。绝对可以。在食物选择方面，包容性很重要。我完全同意。看到更多餐厅提供多样化的菜单真是太棒了。确实如此，这表明他们重视客户的偏好和饮食需求。他们的早餐菜单上还有其他引起你注意的吗？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冰沙碗，用植物性蛋白制成，上面放着格兰诺拉麦片和坚果。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营养丰富且令人满意的选择，我得试一试。我相信你会喜欢的。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一种令人耳目一新、充实的方式。谢谢你的推荐，我很高兴能浏览他们的早餐菜单。
第11课，杂货店购物援助。安娜你好，我在杂货店购物时需要一些帮助，你能帮我吗？嗨，约翰，当然，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你需要买什么？我需要买一些必需品，比如牛奶、鸡蛋、面包和新鲜蔬菜。这听起来很简单。你在寻找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比如品牌或类型？对于牛奶，我通常选择低脂牛奶，至于面包，我更喜欢全麦。已注意到。你有特定的蔬菜偏好吗？还是我应该混合一些新鲜农产品？混个起来真是太好了。我喜欢选择沙拉和烹饪不同的菜肴。多样性永远是个好主意。我一定要选择五颜六色、营养丰富的蔬菜。谢谢，我很感激你的帮助。你需要杂货店里的东西吗？没问题。实际上，我需要一些意大利面、番茄罐头和橄榄油来制作我正在计划的食谱。我会将这些物品添加到我的清单中。你喜欢哪种特定类型的意大利面或品牌的番茄罐头吗？任何类型的意大利面都可以。对于罐装番茄，我通常会选择不加盐的番茄。已注意到，我会确保选择符合这些标准的品牌。你的购物清单上还有别的吗？是的，我还需要一些新鲜的罗勒和帕尔马干酪来完成食谱。新鲜的罗勒和帕玛森奶酪，明白了，我一定会为你挑选高质量的食材。非常感谢，我也感谢你帮我购物。这是我的荣幸，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帮助来提高杂货旅行的效率。绝对可以。在杂货店购物时能伸出援助之手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们可以节省时间，并确保我们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主意，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购物体验更加愉快和高效。再次谢谢你，我很高兴我们能在杂货店购物中互相支持。第12课，新责任。安娜你好，我想和你谈谈我最近承担的新职责。嗨，约翰，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们在谈论什么样的责任？好吧，我有机会在工作中领导一个项目，这包括管理一个团队。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担任领导职务表明你的成长和潜力。谢谢，我对增加的责任既兴奋又有点紧张。有这种感觉是完全自然的。迎接新挑战是个人和职业成长的标志。你说的对，走出我的舒适区对我的发展至关重要。绝对可以。正是通过这些经验，我们学习和展示了我们的能力。
我想确保我在这个新职位上做得很好。对有效的领导有什么建议吗？一个重要方面是清晰的沟通，确保您的团队了解期望和目标。沟通确实是关键，我将确保提供明确的指导并促进公开对话。另一个重要的品质是平易近人，鼓励您的团队成员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疑虑。这是个好观点。我想创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放心地做出贡献的环境。创造积极和包容的工作环境将促进协作和生产力。我还需要发展自己的问题解决能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挑战。解决问题是领导者的关键技能。分析情况，确定解决方案，让您的团队参与流程。让我的团队参与解决问题，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还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没错，通过让他人参与，你可以表现出信任并建立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我很感激你的见解，知道我有你的支持和建议，我感到更加自信。不客气，我相信你的能力，我会在这里为你的每一步提供支持。谢谢，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很高兴接受这些新职责并成长。我毫不怀疑你会表现出色，迎接挑战，继续展示自己的成长。我会的，感谢您对我的鼓励和信任，这是新的起点。第13课，为房客准备的缝纫包。你好 ，Anna， 你曾经住过他们为房客提供针线包的酒店吗？嗨，约翰。是的，许多酒店为客人提供缝纫套件作为其便利设施的一部分。这很有趣。我一直想知道人们在住宿期间是否真的使用这些套件。有些人确实觉得它们很有用，尤其是在他们需要对衣服进行小修或调整时。我能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随手可得的针线包会很方便。绝对可以。酒店为客人提供此类便利设施是一种周到的举动。这些套件中通常只包括针和线等基本缝纫用品吗？是的，通常，缝纫包会包含诸如针头、线、纽扣之类的必需品，有时还会包含一把小剪刀。这听起来很实用。当你需要这些物品时，手头上有它们真是太好了。当然，它为客人省去了在紧急情况下寻找或购买缝纫用品的麻烦。我想知道酒店已经为这种情况做好了准备，这也给人一种放心感。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为客人提供愉快而无忧的体验。我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酒店为改善客人的住宿体验而要注意的这些小细节。这些小事会有所作为，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同意。
这表明了酒店对细节的关注以及他们对客户满意度的承诺。绝对可以，加倍努力，提供周到的便利设施，可以使酒店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让我对为提供舒适愉快的住宿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当你出门在外时，得到良好的照顾总是很不错的。当然，现在，我将来入住酒店时会更加注意这些小细节。我们的对话提高了人们对这些细节的认识，这真是太好了。享受未来的酒店住宿。谢谢，我会的。感谢您分享您对这个话题的见解，这很有启发性。第14课：慢跑和健身频率。嗨，安娜，你喜欢慢跑吗？你多久去一次健身房？嗨，约翰。是的，我喜欢慢跑，这是保持活跃和享受户外活动的好方法。我每周尝试去健身房3次。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例行程序。我一直在考虑将慢跑纳入我的健身方案。慢跑是一种很棒的心血管运动，它有助于提高耐力和燃烧卡路里。这正是我想要的。你多久去慢跑一次？我通常每周慢跑3到4次，具体取决于我的日程安排和天气。这听起来是可以控制的。我将从类似的频率开始，看看进展如何。这是个好方法，记住要以舒适的步伐开始，逐渐增加强度和距离。我会记住的。对于想开始慢跑的初学者，你有什么建议吗？当然，从热身开始，准备好肌肉，穿上合适的跑步鞋，倾听身体的声音，避免过度劳累。谢谢你的建议，我一定要热身，然后投资买一双好跑鞋。不客气，呵护双脚对于获得舒适且无伤害的慢跑体验至关重要。我同意。除了慢跑，你还提到要去健身房，你通常在那里做什么样的练习？在健身房，我专注于有氧运动，例如跑步机或椭圆机，和举重力量训练相结合。这听起来像是一次全面的锻炼。你通常在健身房待多长时间？我的健身课程通常持续大约1个小时，它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来完成练习并正常降温。这是一个合理的持续时间。当我开始去健身房时，我的目标也是1个小时。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好目标。记得倾听自己的身体，并根据自己的健康水平调整强度和持续时间。绝对可以。我将逐步迈出一步，逐渐增加健身时间和强度。这是正确的方法。一致性和渐进性是实现健身目标的关键。感谢你的指导和鼓励。有人与他人分享健身体验是令人鼓舞的。
不客气。有锻炼伙伴或某人可以交流技巧并互相支持，总是很棒的。当然，我很高兴能将慢跑和健身锻炼纳入我的日常活动，这是为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第15课，酒店设施和预订。你好 Anna， 当我们预订酒店时，你查看过他们提供的便利设施吗？嗨，约翰。是的，我做到了。该酒店的网站上列出了各种便利设施，例如游泳池、健身中心和免费早餐。听起来很棒，我很期待在我们入住期间使用这些便利设施。我也是，有放松的选择，并以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新的一天，总是很不错的。绝对可以。我发现酒店提供免费早餐很方便，因为它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我同意，包含早餐是一种好处，尤其是在我们旅行和探索新地方时。你碰巧看过酒店是否有餐厅或客房服务来供应其他餐点吗？是的，酒店内确实有餐厅，他们还为喜欢在客房内用餐的客人提供客房服务。这很方便，很高兴得知我们在酒店有餐饮选择。当然，它为我们提供了灵活性，尤其是在我们可能不想冒险出去吃饭的日子里。我还注意到酒店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这对于我们在那里时保持联系很重要。绝对可以，免费 Wi-Fi 使我们能够轻松访问信息，与亲人保持联系并计划我们的日常活动。您是否碰巧看到他们是否提供任何额外服务，例如洗衣或机场接送服务？是的，酒店确实为客人提供洗衣服务，他们也可以应要求安排机场接送服务。这很方便，特别是当我们在逗留期间或抵达机场时需要整理衣服时。没错，如果需要，能提供这些服务真是太好了，这样我们的住宿更加舒适和无忧。我很高兴你在预订之前花时间查看了所有这些细节。我一直喜欢确保我们的住宿满足我们的需求和偏好。在旅行计划方面，有像你这样有条理的人真是太好了，我很感激。谢谢，我喜欢确保旅行中的一切都得到妥善照顾，它增加了整体体验。好吧，你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敢肯定，多亏你的努力，我们即将到来的酒店住宿一定会很愉快。谢谢你的客气话，我为我们的旅行和在酒店享受的舒适住宿感到兴奋。我也是，这将是一次很棒的经历，让我们充分利用它。第16课，徒步旅行目的地。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做一些户外活动，听起来不错，对吧？嗨，约翰，当然，我喜欢在大自然中度过时光。你提到了徒步旅行，
我全力支持。很高兴听到。你对徒步路线或目的地有什么建议吗？好吧，这取决于你要寻找的难度级别。你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我会认为自己是初学者。我以前没做过太多徒步旅行，但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太棒了！对于初学者来说，我建议从一些当地的小径或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开始，它们通常有明确的路径，适合初学者。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起点。你会推荐什么具体的地方吗？如果你想去一次风景优美的徒步旅行，有一条名为蓝山步道的美丽步道，它可以欣赏到周围乡村的壮丽景色。哇，听起来很神奇。我喜欢在锻炼的同时享受大自然的想法。绝对可以。徒步旅行可以让你摆脱日常生活的喧嚣，欣赏户外的美丽。徒步旅行需要特殊设备或装备吗？我想确保我做好了准备。对于初学者来说，舒适的步行鞋或登山靴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带一个装有水、零食和急救包等必需品的背包也是一个好主意。这是有道理的。我一定要把这些物品打包好。蓝山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蓝山步道是一次中等程度的徒步旅行，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才能完成，具体取决于你的步伐和休息时间。这听起来是可以控制的。我将计划半天的旅行，以充分享受这次体验。这是个好计划，而且别忘了带上相机，你会想捕捉沿途的壮丽景色。当然，我一定要带上我的相机来记录旅程。你还有其他推荐的徒步目的地吗？如果你想来一次更具挑战性的徒步旅行，有一条名为鹰峰的小径，它以其陡峭的斜坡和令人赞叹的山顶全景而闻名。Eagle Peak 听起来很冒险。一旦我获得了更多的徒步经验，我可能会努力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为了确保安全愉快的徒步体验，逐步提高难度非常重要。我很感激你的指导。我对徒步旅行和探索这些美丽的小径感到更加兴奋。第17课：徒步旅行必备品。安娜你好，我对我们即将到来的徒步旅行感到兴奋。我听说我们还应该带一些徒步装备和舒适的鞋子。嗨，约翰，绝对是。做好充分准备很重要，一定要带上一些必需品。这是有道理的。我不想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我会列出一份清单，这样我就可以打包我需要的所有东西。这是个好主意，清单将帮助您保持井井有条，并确保您不会错过任何必需品。徒步旅行的必备物品有哪些？我想确保我把所有东西都搞定了。首先，舒适结实的徒步鞋至关重要。
它们在崎岖的地形上提供支撑和牵引力。我一定会投资买一双不错的登山鞋，我想确保我的双脚在远足时感到舒适。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你的双脚会感谢你的，尤其是在地形各异的长途徒步旅行中。那衣服呢？徒步服装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吗？选择吸湿排汗透气的衣服，便于移动。分层对于温度调节也很重要。所以，我应该穿轻质透气的面料，让我在徒步旅行中保持凉爽和干爽。没错，在享受徒步旅行的同时，保持舒适并保护自己免受各种因素的侵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带什么配件或装备吗？背包对于携带水、零食、地图、指南针和急救包至关重要，也别忘了防晒霜和驱虫剂。我一定要把所有这些物品装在背包里，安全很重要，急救包一定会派上用场。绝对可以，为意外情况做好准备总是更好的。此外，别忘了戴上帽子、太阳镜和防雨夹克，以防天气状况发生变化。好主意，我也会将这些物品添加到我的清单中，最好为所有类型的天气做好准备。当然，天气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在户外环境中，保持保护和舒适很重要。徒步旅行还有什么我应该考虑的吗？最好将你的徒步计划告知他人，包括你将要走的步道和预计的回程时间。这是一项明智的安全预防措施，我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徒步旅行计划和预计持续时间。太棒了，最好让别人知道你的计划，以防万一。现在我有了清单，知道要带什么必需品，我感觉更有信心了。感谢您的指导。不客气，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我敢肯定，带上所有必要的装备，你会度过一次精彩的徒步旅行。我真的很期待，我一定会喜欢这段旅程，欣赏美丽的环境。这就是精神。请记住，这不仅仅是到达目的地，还要享受整个徒步旅行体验。绝对可以，我会记住的。再次感谢，我会告诉你徒步旅行的进展如何。